小满，娘大抵是熬不过去了，往后你要自己寻条活路，一定要活下去。娘亲莫说这话，你定能平安带下弟弟的。我这就去寻大伯娘来。这孩子终究没了降生的机会，而我也将殒命于此。大伯母，求您去看看我娘吧，我娘要生了，她不好了。若非当年荆家势大，硬是将荆之春嫁进我们沈家，青州何至于受荆家牵连，背上罪臣之民流放到这苦寒之地？可荆家对咱们有恩，青州的庶苏吃穿住行都是荆家帮衬，才供出一个探花郎。如今荆家倒了，沈家也跟着沦为罪户。她嫁过本就算，死了正好腾位置。你莫忘了，青州心里始终放不下周婉宁。罢了，便依你，等荆之春死透了，咱再去，他那里还有粮食。娘，你行行好不好？娘，我求你了，你别丢下我。娘亲，我就在这儿永远陪着您。孩子，我怀里怎么有个孩子？这肚子，我还怀着孩子，不是吗？我真穿越到了古代，这身子不是我的。成婚2年，沈清舟从不碰她，日日温柔却总避嫌。直到那一夜醉酒同房，她怀了孕。可自打有孕，她就翻脸冷漠，满眼嫌弃。流放一路再没同她说过话。哎呀，这痛楚尖锐又密集，间隔越来越短，是宫缩，要生了。原主一个没经生育的深闺女子，把宫缩当难产，活活疼死。可我是现代医学生，我懂。小满，小满，还发着高烧，这破日子真是雪上加霜。荒村梅郎中。镇上20里流放犯不许出，找士兵跑腿全凭心情。沈家见死不救，老流放犯区又大雪封路，条条路都是死路。娘，你醒了，我以为你离开我了。不怕，娘在，娘没事了。先别哭，听娘说，去把柴火抱过来，把火烧旺，越旺越好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肉苁蓉，补阳的好药材，沙漠人参，这西北戈壁遍地都是。大洲人却当它是能生啃的树根。中药材系统已开启，发现天然无污染野生中药材肉苁蓉，1斤100文。中药材系统只收中药材，这是我的金手指。丁，特制天然野生中药材肉苁蓉半斤，价值50文。是。粮食和水暂时都有，最要紧的是换退烧药给小满。小满，醒醒，来把药喝了。这孩子已烧糊涂了，可这药才刚刚开始，退烧药还得再喂一回。娘，你喝口水。昨夜刚生产完，这身子有虚弱，少说要做1个半月的月子，烧退了些，可这孩子底子弱，退烧药还得再喂一回。小满，你也拿你的碗来，咱娘俩一块喝点热的。别人穿越无痛当妈，我这当妈可是痛彻心扉当出来的。可这孩子，我还没有一丝血脉相连的悸动。终于有弟弟啦！小满，你为啥这么想要弟弟？小满，你去灶上再煮一锅粥，稠乎些。妈给你碗里的水晾凉了再喝。来，先把这个喝了。娘，这水怎么甜丝丝的？娘悄悄给你放了一点点糖，喝了病好得快。娘，这糖你喝，你刚生了弟弟，最累最需要补力气，我喝白水就行。傻孩子，娘是大人，不用喝这个。脉搏规律有力，呼吸平稳，暂时没问题。可眼下最棘手的是喂养，就身子太虚，初乳不知何时才下来。孩子长时间不进食，会低血糖、脱水。小满，这么冷的天，你玩什么雪？你不能吹风，知道不？娘，我们
小满，把你手里那东西，还有地上那根都给妈拿过来。娘，我吃这个就成，咱家米不多了，你和弟弟吃粥，我吃这个能顶饿。娘不是要吃这个，这东西娘留着有大用处，你听话，拿过来。娘，这东西冷，你别碰，你说做什么我来做就成。好，娘不碰，你赶紧去灶台跟前烤烤手。小满，你记牢了，这东西是能治病救人的药材，能换粮食，可这事千万不能往外吐露半个字，跟谁都不能提，就咱娘俩心里有数。娘，我记住了，这是咱家的秘密，我打死也不说。是，原来只有拿在手里的药材，系统才收。现实的钱进不来，系统的钱也拿不出，终究是两个世界。罢了，先解眼下的燃眉之急。羊奶粉150文一袋，就它了，先囤2袋。孩子的包装都烧了，物资都藏了，往后旁人问起来源，我只能说是宫里姐姐烧的。金之纯，你这是生完了？你来做什么？怎么，你总归是我们沈家的人，我这个当大嫂的来看看还不行啦？那你看完了吗？你这什么态度？眼里还有没有长幼尊卑？现在就给我起来认错，否则按沈家家法，目无尊长，去祠堂跪足一日。不过在京城待了2年，倒真摆起谱来了。沈清舟还是穷秀才时，接受我父亲资助那一刻起，他就自愿上了我金家这条船。单凭你和沈青山土里刨食，能供出一个探花郎。他从6品编修2年，擢升4品侍讲学士。若没有我父亲在朝中铺路，一个寒门子弟能在世家林立的朝堂站稳脚跟？那些年节送到沈府的贺礼、冰镜、炭镜，你们收的可曾手软？这天底下哪有只占便宜不担半点风险的好事儿？你们这过河拆桥、忘恩负义的做派，与喂不熟的白眼狼有何分别？弟妹这话说的忒重了，咱们终究是一家人。你刚生了娃，我那儿还存着野菜干，这就给你拿来补补元气。不劳你费心，我有姐姐照拂，用不着你那些3瓜2枣。我乏了，门在那边，不送。小满，屋里柴火快烧完了，去你爹空屋里抱些柴回来。小满，你还困不？娘睡一觉就来唤你。不困，娘，我睡饱了，你放心睡，我守着，保证把火烧得旺旺的。小满，你来，这是宫里姨母悄悄烧给娘的糖，今儿个你吃了。我不吃，娘你身子虚，你吃了好得快。娘没力气跟你推让，一人一半，你不吃，娘可真生气了。咋空着手回来？京师那儿一点粮都没剩，还粮食，人都没死，京师好端端的娃也生了，那张嘴还厉害得很。既然人还活着，往后你别再往他跟前凑，什么跪祠堂用家法，以后提都别提。难道就这么算了？别忘了他姓京，他姐姐还在宫里当娘娘，咱们如今是罪户，把关系弄僵了，他递句话来，咱们的日子比现在难搞10倍。青州一个人在那矿上能成吗？跟你说个事儿，别往外传。我这腿伤是青州私下使了法子，故意让我上的，就为让我有由头点开矿上苦路。这事儿你咋从没跟我透过？你嘴上没把门的，记住千万别出去，不然连累青州。娘，这软布咱家原先没有呀。宫里你姨母烧来的。京师送粮来了。六叔来啦。京师，你这是生了？昨夜生的。那是男孩还是女孩？是个小子。好，这些是按例发的口粮，还有宫里贵人捎来的棉被衣物，一并给你送来了。打明天起你不用再织布了，等年过完再说。粮食我照样送，你养好孩子就成。谢谢六爷。老天爷，京师竟然生了，还是个带把的，活着，都活着。这2个月我日夜悬心，就怕这孩子有半点闪失。他若没了，我这颗脑袋也保不住。狗皇帝，你失策了，想让我家主子断后，
做梦去吧。头儿，咱还继续发粮吗？发。照名册一家一家走，都给我把心搁正了，1粒米也不准贪。看见没？边墙根下正缺人，谁敢动歪心思，老子就让谁去填那窟窿。是。我家主子终于有后了，这天大的好消息，必须用最隐秘的法子送到远在辽东主子手里。娘，姨母这次送的东西可真多。你去看好弟弟，娘来收拾。借这堆东西的名头，往后从系统里拿出的物件，都说是宫里姨母送的。孤儿寡母住这破屋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物资一被偷走，可就全完了。还好这附近就咱一家，不然这肉香飘出去，保不齐招来沈王氏那些动歪心思的人。可我还在月子里，小满底子又差，该补还得补，先吃饱了再说其他。娘，这饭也太好吃了，就算不配肉，单吃这米饭都香得我想多添一碗。喜欢就多吃些，娘今天蒸了满满一锅，管够。烧退了，小满烧水，娘给你擦擦身子，把这脏衣裳换下来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流鼻涕不知道往哪抹，我这就去烧水。来，试试姨母给的新衣裳。娘，你看，新衣服、新鞋子，好暖和，真好看。真好看。我们小满穿什么都好看。娘，这白色的东西起泡泡还有香味，是啥呀？也是姨母送的，娘也不知道叫啥。来，娘教你洗。娘，弟弟什么时候能长大呀？我们以后天天都有饭吃吗？会的，都会好起来。娘，爹什么时候回来呀？那个心里揣着白月光对我不闻不问的男人，最好是能和离。困了就去睡吧。我还回得去吗？回到那有空调、外卖，动动手指就解决一切的世界。这具身子才19岁，难道就要无声无息烂在这流放地？我不甘心啊！罢了，既然来都来了，先好好活下去。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身体缺维生素跟缺盐一样要命。葱姜蒜萝卜干、白菜干、豆角干都买上。好香呀！娘，你又做好吃的了吗？我是不是又在做梦？不下雪了，我能去挖树根啦！嘿嘿，终于把你挖出来了，得赶紧回家，不然娘找不到我，我该着急了。小六叔，你们来啦！过来看看，你这脸和手怎么红成这样？嘿，刚在外头玩雪来着。你这孩子也不怕冻坏了。你弟弟身子咋样？我弟弟好着呢，哭声可大了，吃饱了就睡。哭声大就好，哭声大好啊。主子从小哭声小，身子弱，这孩子哭声大，身子骨定然壮实。小六叔，您要是给姨母写信，替我和娘谢谢她，谢她一直惦记着我们。哪有什么姨母，真正惦记这对母女的是那位远在辽东如履薄冰的主子。晓得了。几位君爷，进屋喝口热水暖暖吧，外头冷得紧。不必客气，我们奉宫里命，来把这茂草屋该修补的，趁大雪封前拾到拾到。去把灶上的火捅旺，烧些热水来。经师，你还在月子里，
务必保重。这边驻军有些调动，巡逻会比往日频繁。若无必要，夜里莫要出门，也莫要与旁人多言。多谢六爷提点，我省得了，定会小心。拿着，冻疮膏，晚上热水泡泡手再抹上，别冻坏了。那我们先走了，你好生歇着。娘，你看，你这孩子怎么不跟娘说一声就跑出去？外头多冷，手都冻成这样了。娘，我没事，不冷。你看，挖了4根呢。你不是说这个能换粮食吗？往后不许自己去了，要挖也得天气好点，娘跟你一起。先去用温水洗手，把冻疮膏抹上。娘，这肉汤真好喝，又暖又香，喝下去浑身都热乎乎的。觉得好就多喝点儿。喝完帮娘看会儿弟弟，娘得用姨母送棉花布，赶紧给他缝床小被子。弟弟，我是姐姐呀，你笑一个嘛。哥哥。娘，弟弟他怎么不笑呀？也不爱理人，他是不是不喜欢我？傻丫头，弟弟才来世上几天呀，眼睛看东西都还雾蒙蒙的呢。他不是不喜欢，是还不会笑给姐姐看。这孩子安静的出奇，眼神里带着疏远，该不会也是个胎里穿的？无论如何，这孩子我绝不亲自喂奶了，就用奶粉，省得尴尬。等他大点儿，就跟在你屁股后面姐姐姐姐的叫，还得你带着他呢。我肯定好好带弟弟，等他大了，我带他去挖树根，教他认路。丁，检测到天然野生中药材肉苁蓉8斤，价值600文，是否售卖？上次5斤换600文，这次8斤怎么单价反跌了？怕是被冻得药性损了。是，卖。有了这些钱，心里终于踏实几分，得把钱花在药炼上。这味道和吃火锅的油碟一模一样。野鸡，能给娘补身子的肉。我终于抓到你了！哟，这不是小满吗？怀里抱的啥好东西？让大伯娘瞧瞧。没啥，捡的柴火。你娘刚生了弟弟，弄不了这腥物，给大伯娘炖了，分你1碗汤，咋样？我妈会做饭，不劳烦大伯娘。你个捡来的丫头片子，有好东西不孝敬长辈，你娘没教过你规矩。你才不是我长辈！小贱蹄子，看我不打断你的腿！仗着宫里有臭羊就目中无人了，走着瞧！娘，把东西放下，先烤烤火。过来。下了大雪，山里动物饿极了会下山。你听过狼吗？绿眼睛，成群结队，专吃小孩。咱住山脚下，最容易碰上。娘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一个人偷偷跑出去了，我保证。什么都没有你的平安要紧。想要什么跟娘说，咱们一起想办法。被大伯母抢鸡的事不能说，说了只会给娘添堵。我们小满真能干，立了大功。今晚咱们就喝鸡汤。是箭伤，这鸡是小满捡漏来的。娘，你给我的彩虹糖不见了，肯定是跑的时候掉雪地里了，我要去找回来。天黑了，风大雪重，喂一点糖遇上狼咋办？值得吗？记住娘的话，好东西留不住，只有吃进肚子里的才是自己的。吃饱了，真饱了。弟妹，开门啊！我都闻到香味了。娘，是大伯娘，白天她就要抢我野鸡。一个大人到孩子跟前抢吃的，来者不善，绝不能让他进门。嘘。荆之春，你个害
他杨叔，今儿打的猎物都全乎吗？有没有少了点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难道真少了？我刚瞧见我弟妹家的小丫头抱着野鸡往家跑呢。爹，那婆娘跟京师是仇敌，怎能把这种事往外捅？她图啥？他想借咱们的手去京师那儿闹，自己躲背后看好戏。爹，那可是您亲手射中的鸡，我媳妇儿正坐月子呢，咱真不许要回来。打猎的规矩你忘了？离了手的猎物，谁捡到就是谁的，不许争，更不许抢。争一口肉，可能丢一条命。爹，是我昏头了。都记牢了，往后离这些京城来的人远些，他们自己斗法，咱们万万掺和不得。一家子没脑子的蠢货，白费我一番口舌。这点钱熬着大半年的西北长冬太难了，得想个法子。黄豆芽5、6天就能吃，还富含维生素。娘，他啥时候能出来呀？成了！娘，脆脆的，好吃，比菜干好多了。光靠系统买菜不是长久之计，这流放地牛鬼蛇神多，我得真正站稳脚跟才行。总算熬过月子。娘，米就剩这么一点点了，我们接下来吃什么呀？刚出月子，家里存粮就撑不住了，豆芽只够当配菜，不能当主食。小满，没事儿，娘好了，娘去南边林地挖肉苁蓉换铜钱，咱们就有粮食吃了。小满，家里就交给你，看好襁褓里的弟弟，门扇一定要插牢，木棍顶上门板，无论外头是谁叫喊，听不到我的声音，万万不能开门。娘放心，我记住了，我会护好弟弟。该走了。丁，检测到天然野生中药材肉松茸0.5斤，价值50文，是否售卖？是。又能换粮食了。这是麻黄。是孤狼，我太大意，一心采药，竟没有留意周遭动静。不能跑，人跑不过狼，跑就死定了。我杀了一头狼，一头已经拼尽全力，再来2头，我撑不住。是哪位好汉出手布助？沈家娘子，方才远远听见狼嚎，我连忙赶过来，没想到你已经跟野狼拼过一场。多谢杨猎户出手，若不是你的剑，今日我很难活着走下这片荒坡。这头狼是你独自孤狼搏杀，实在是胆气过人。此地血腥味太重，再待下去怕引来更多野兽，我们得尽快把狼尸运回屯子里。等等，沈娘子，你杀的狼不要了吗？对啊，我也杀了一头狼呢。狼肉虽不吃，可这狼皮可是个好东西。这2头狼虽说有我的参与，但还是他搏命才杀死的，应当有他家一份。罢了，先离开此地再说。把狼放下吧，我来扛，你背得重，走不快。没事，我能行。我力气大，平日背的山货有5、600斤，你背着走得慢，再找来狼群就危险了。小牛，是不是小牛了？杨小牛回来了，哥。小牛，这位是？爹，这是沈家媳妇儿，先回家再说。血腥味重。对，2牛3牛，赶紧给你大哥搭把手。这位好汉，多谢你们帮忙，只是你们多放了一头。大哥，我先背1头回去，给娘和嫂子们看看。这个憨货，这2头狼虽是我先射中的，但最后毙命是你的补刀，按理该有你一半。我弟弟不懂事，先拿走1头，这头你留下。这人不仅救了他，还如此讲究，不占便宜。好汉，我只想要这狼皮，但我实在不会削制皮子，这么好狼皮给我怕是糟蹋了。要不你帮我剥下这2张狼皮，削制好了给我，也算感谢您的救命之恩。流放子里，尤其是冬天，正是缺粮的时候，说这肉比金子还金贵都不为过。你真不要肉，
这狼肉也是顶顶补身子的，而且拿到城里也能卖银子。不用了，我还是只想要这狼皮来御寒。那行，明日我剥了皮，消制好就给你送来。好，多谢。娘，你的胳膊流血了，是不是遇到坏人了？是野狼，不过都已经解决掉了，别害怕，我没事。肉多荣换了一笔铜钱，再等杨家把狼皮送过来，过冬御寒就多一层保障。只是今日荒坡除了狼群，我还看见一些巨大陌生兽爪印，绝不是狼留下的。这片山林还有更可怖的大家伙潜藏。小牛，跟爹说实话，你怎么跟沈家二房那媳妇搅和到一块了？爹，我今早本是照您说的，去北山坳摸那熊瞎子的老窝，转了大半天没找着，回来路上射伤一头落单的狼，我追着血迹赶到坡地，狼已经倒在血泊里，脑袋几乎被劈开。后来又来2头狼，我放箭射中狼的眼睛，沈家补刀，这才拖回2头狼。好在都囫囵个回来了，这京市只要皮子，把狼肉全让给你。两房媳妇儿秉性差得远，可咱还是少跟这些流放犯打交道。赶明儿狼皮削好了，赶紧给人送去，往后两清。爹，我晓得了，皮子送过去，往后尽量避开。3头狼200多斤，掺着杂粮省着吃，够咱家过一整个冬。要是再把那头熊瞎子拿下，咱就能过个肥年。京市，你这是要出门？这是这个月和下个月的粮，200斤糙美。下次再送就得等过完年开春了。有劳六爷和几位军哥了。那什么，你如今出了月子，我能进去瞧一眼小公子吗？自然可以，只是屋里简陋，六爷莫嫌弃。孩子还睡。不嫌弃，不嫌弃。小六叔，你来啦！这眉眼和主子一模一样，这就是主子的骨血。好，真好，这孩子长得真结实，是个好孩子。你们一定要照顾好他。他见着这孩子哭什么？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他的种。托六爷和宫里娘娘的福，孩子能吃能睡。跟他打交道3个多月了，这女子像根野草，地再苦也能扎下根，怎么都能活下来。可辽东主子的信上写着，3年后一把大火烧了这茅草屋，只将小主子秘密带出，送往指定地点。至于京市和小满，信上只字未提。我服侍主子10年，那意思是随着屋子一同化成灰。唉，都说皇家无情，其实高门大院里的人大抵都是如此。小满，把门刷插牢，再用木棍拧好。除了娘，谁叫你都别开门。放心吧，娘。丁，检测到天然野生中药材肉肱荏，共计32.5，价值1200文，是否售卖？卖。一上午挖出32斤半，1200文，值了，都还在。这血是昨天那3头狼留下的。乖乖，这脚印比我的脚大3、4倍，前掌像肾形，后掌像拉长的人脚，5指分开，指前还有尖爪印。这不是人脚，是大型猛兽，熊或者虎。哇，娘，这么多肉！嘘，小声点，别让旁人听见。今晚咱们吃烤鸡，吃包子。娘，这烤鸡比咱们以前在京城吃的还香。饿了就自己拿出来，再灶上热热吃。沈家娘子可在家？不知小公子是哪位？我爹是杨小牛。我爹说狼最记仇，昨日你们杀了他们的同行，狼群肯定要下山报复，夜里千万别出门，你们住的靠山脚，最是危险。多谢你爹，也辛苦小公子跑这一趟，这话我记牢了，定会当心。对了，我爸说了，狼皮削好了就给您送来。墙密实顶不漏，门纱加顶棍，狼钻不进来。趁天还没黑，挑桶水回来。沈王是不来招惹我，我求之不得。这女人离我越远，我的日子才越清静。这孩子跟他爹青州一个样，长得俊嘞。大嫂说的是，确实跟他爹一模一样。阿爷，我回来了，话都带到了，沈家大房那边也去了，可他们不信，还把我轰出来，说我咒他们。哼，罢了，好话劝不了该死的鬼。这些新来的流放犯不吃此大亏，永远不长记性。阿爷，沈家二房娘子，她方才叫我小公子嘞。人家那是高门大户带出来的礼数，见着带把的都称公子。咱家那打鸣的花骨鸡窜到他跟前，他保不齐也客客气气叫声公子。爹，
北山坳子往里，过了断崖有片白桦林，老窝就在白桦林南边的石崖下，洞口拿藤蔓遮着。我们哥仨蹲了大半天，亲眼看见那畜生晃出来，是头壮年熊瞎子，个头比咱家屋门还宽。那地方险，三面陡坡，只一条窄路能过去。爹，咱干不干？干！但熊瞎子一巴掌能拍断碗口粗的树，得做足准备。挖陷阱蒙撒药掺进肉里做饵，麻绳猎叉都拿猪油擦一遍。家里柴火再有10天就烧完了。今日这林子静得可怕，连麻雀叫都没几声。野兽！爹，快跑！别管我们！这声音是前几日救我的那个猎户。去，我一个女子，力气有限，撞上野兽就是送死。家里还有小满和吃奶的孩子等着我，不去就眼睁睁看着救命恩人一家葬在野兽沟里。该死！畜生！老子跟你拼了！爹！畜生，看这边！沈家娘子，快爬到树上去！我上树，他就把你们3个全吃了。往这边，畜生！不求致命，只要他一直流血，我多拖一刻，他就得失血而亡。死了，他真的死了。沈家娘子，我爹和三弟还有气，求你帮我把他们弄下山。板车在哪儿？先给他们止血，再抬人下山，快！多谢沈家娘子救命大恩，没你，我们今日全得交代在这儿。扯平了，上次你也救了我。他们怎么样？我去看。还有气，3个都活着，可这血腥味太浓，不能久留，会招来别的野兽。来不及了，得走！你别动，我去找东西做托架。不用找，我们来时推了板车，就在那边。他知道口子太深，止血药粉一撒就被冲开。还有布吗？家里备的止血药，不知管不管用。忍着，勒紧了才能保命。二弟，你醒了。熊瞎子死了。大哥，你带爹和三弟先走，送去城里医馆。我在这守着，大嫂他们该到了。好，你先爬到树上等你大嫂，别下地。500斤的熊，人伤成这样，今日只能先扔在这儿了。沈家娘子，走！这是怎么了？爹和三弟怎么会这样？只是受伤，没死。二牛在林子里等你们接应。熊瞎子死了，血腥味重，快去！等等，从这儿到城里最少2个时辰，天马上黑了，城门一关，你进得去？爹和三弟能等到明天吗？我记糊涂了，忘了这茬。先送到老流放犯那边去，有个姓苏的老头会医术，让他先看。对，我先去找他。沈家娘子，今日多谢，这份救命大恩，我杨小牛记在心里。山里人有山里的规矩，一起趟过血、拼过命的猎物，见了红的都有份儿。那头熊瞎子收拾妥当了，我分你一半，皮肉胆掌该是你的，一样不会少。开口就是1半，这份量在流放处不轻，我确实出了力，也确实缺银子。好，那我便厚颜收下了。不过你要是信我，我可以帮你治好你爹和三弟。沈家娘子，你真的会看病？在林子里，他们的血是我提住的，你自己看见了。我信，我爹和三弟命悬一线，进城无告，我信你。我孤身带2个孩子，在这流放地认识的不是生人就是仇人，结下这家的善缘，将来就是一条命。你等我片刻，我去取些东西，随后就随你去你家。小满，去屋后抱一捆柴火进来。
碘伏消毒液、棉签、缝合针线、消炎药、无菌手套，全要。合计扣除200文，余额不足者不予兑换。200文救人要紧，先花。小满，娘出去一趟，晚些回来。你看好家和弟弟，谁叫门都别开，听见没有？娘，我记住了。走吧，去你家。金志春，你个不要脸的贱蹄子！青州是去做苦役，不是死了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勾搭上野男人啦？呸！天生的烂了心肝的东西！闭上你的臭嘴，再敢满嘴喷粪，我撕了你这张破嘴！哟，你还敢！反了，天了！金志春，你敢打我？我是你长辈！再敢喷粪，老子现就剁了你！这荒山野岭，我这猎户熟得跟自家院子一样，真惹急了我，把你扔进去，就是一句没人找得着的无名尸。今日我和你走在一处，怕给你惹麻烦。他这张嘴才是麻烦，一个没男人庇护又被传不检点的女流放犯，传出去就是任人欺辱的羔羊。这一巴掌不是替我自己，是替我这条命打的。走，救人要紧。爸娘，你都看见了，那小贱人打我，还跟那猎户勾搭在一块儿，我一定要让青州休了他。你下次见了青州，把这丑事远远不能告诉他。大嫂莫急，这是青州哥哥自有主张，眼下还不是动他的时候，还要留着他。您暂且忍耐，莫要再去寻他麻烦。我向您保证，他活不长的。当真？自然。青州哥哥身上担着要紧的差事，许多事不便明言。总之，您信我便是。好，我信你，我自然信你。阿姨，二伯，快，把你们阿奶扶回屋歇着。点油灯，越多越好。烧大量干净的温之水、凉开水，再找干净布来。铁蛋去烧水，大牙二丫去找干净布。我家的医术有些讲究，不便外人在场，烦请你在门外守着，别让人打扰。有急事我自会唤你。好，我明白，我就在门外。晕着更好，麻药太贵，只能给你止痛药。可以进来了。这像缝衣裳一样，血真的止住了。沈家娘子，我爹和三弟他们何时能醒？约莫个把时辰。眼下最要紧的是防伤口恶化发烧，一发发热就是鬼门关。把温水放过来。白的，我只见过黑药丸。这是我家传的秘制药，防4颗喂你爹，4颗给你三弟。这里32颗，每日早晚各一次，每人4颗，化在温水里喂。伤口万不可沾水，饮食清淡，忌鱼腥、羊肉这些发物。7日后我来查看，把线拆掉。这7天你务必留心，发热、伤口红肿流脓，立刻来找我。我记牢了，一刻不敢松懈。1天2次，1次1颗，吃2天。时辰不早，我该回去了。我送你。这黑天，你一个人不安全。当家的，林子里到底咋回事？爹和三弟怎会伤成这样？还有沈家娘子咋会在那儿？陷阱失灵，那熊瞎子鸡贼得很，没踩进去，抱起就伤人。爹和三弟先后被拍飞，我也被逼到树下，眼看要被咬断脖子。是沈家娘子冲进来的，6把飞刀，2只眼窝，1张嘴，全钉进去了，硬生生把那畜生的眼睛废了。他还敢引着熊满林子跑，就为了让他流血流干。后来又是他止血，又是他在屋里给爹和三弟缝的伤口，那伤口像缝衣裳一样密，血就这么止住了。这沈家娘子是个有真本事的，也是个有胆气的，难得。娘说的是，这地界儿会医术的人比金子还稀讳，能信得过的更少。他救了咱家2次，这份恩情值得咱们真心去结交。对，往后沈家娘子那边要搭把手，咱不能含糊。媳妇儿，你明日一早拿10斤最好的糙米，再包1两银子给沈家娘子送去。成，我明日一早就去。还有，我跟他说了，这头熊瞎子分他一半，你顺道问问他，那一半的肉皮胆掌是自家留着还是换成银子？他要是想卖，我明日正好进城一趟，一并拉去卖，回头把银子给他。
你是？沈家娘子，这么早来打扰你了，你叫我高嫂子就成。不打扰，高嫂子，快请进。这是10斤糙美，1两银子，东西不多，是我们全家一点心意。谢谢你救了我当家的我爹和3弟的命，请你千万收下，别嫌少。高嫂子客气了，这谢礼我收下。你们一家也不容易，破费了。不破费，应该的。对了，我当家的让我问问，那熊瞎子的一半你打算咋处置？留着自家吃，我们收拾好送来，还是换成银子？他今日正好进城。肉够我和小满吃一冬，可我手里除了这1两，一个铜子都没有。银子才是能走路的东西，那就有劳你们替我卖了吧，换成银子就成。我这身份进不了城，一切拜托了。不麻烦，我这就回去跟当家的说。娘，你们昨天打到熊瞎子啦？打到了。草席盖严，麻绳捆3道，别叫人一路盯着看。几个杂面饼子，路上垫垫，早些回来。哎，大哥，这整头熊的野猪袍子，酒楼收项比分开卖高出1两成。熊瞎子稀罕，整只的更稀罕。孙掌柜要是识货，120两应该能卖到。120两，那分给沈家娘子一半就是60两，60两够我们吃10年。是，又是你，杨猎户，过。哟，杨猎户，这次是什么大货？赵管事，熊瞎子，整只的，冻得正好。整只熊，等着，我去叫孙掌柜。杨猎户，稀客呀，听说带了整只熊。50两，整只我收了。孙掌柜，往年单是一张完整熊皮就能卖30-40两，熊胆25两，4只熊掌少说20两，加上肉150两往上，您这压得太狠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整只卖你省事儿，不用分割，不用零卖，我一次付清。再说这皮到处是口子，品相就差了，肉又冻过，谁知里头有没有淤血，有没有异味？我万一亏了呢？50两是看多年交情。这口子是小伤，皮子修补一下不影响。熊是昨日才死的，肉新鲜绝无异味。您看100两如何？100两，杨猎户口气不小，最多55两，多一文都不行。不卖你就拉走，看看这青石县还有谁大家能一口下整只熊？孙掌柜，咱们再商量商量。没得商量，要卖现在就卸货，不卖别挡我后门。何事在此争执？哎呦，柳公子，您怎么到后巷来了？前头雅间给您留着呢。孙掌柜，你出价多少？55两。猎户大哥，这价你可愿卖？回公子话，这价低了，这熊昨日才打的，整只卖少了100两，小人不愿。我出200两，这熊我买了。200两？不必惊讶，一来见猎心坏，这般完整的雄狮难得；二来过几日家父50寿宴，正缺个稀罕物撑场面。皮做贺礼，胆如药，长待客，200两，值。汇通钱庄的银票200两，全国通兑。你且看看，这太多了。寻常整只熊市价最高也就100两。我说值200两就值200两，这钱对我不算什么，对你却大有用处。我只有一个条件，我想知道这熊是怎么打的。腹有刀伤，双眼皆盲，显然不是陷阱所获。不瞒公子，昨日我们一家险些丧命，是路过的一位妇人出手，飞刀废了她双眼，才捡回3条命。妇人？那位妇人倒是胆识过人，不知她姓甚名谁，如今又在何处？这小人不便说。既然不方便，那便罢了。孙掌柜，麻烦你派人把熊送到我府上。是，柳公子放心。早知这样，刚才痛痛快快给他100两，转手拍卖阁我能赚上100两。到嘴的肥肉飞了，还得给人当苦力。一个妇人，几把飞刀就杀了一头成年熊瞎子，我倒真想见见他。小满，今日砍钝了2把柴刀，剩下的柴我藏在林子里了，明日再拉回来。娘，今晚吃什么？娘带了2斤五花肉，干辣椒煸炒，咱娘俩美美吃一顿。弟弟今日乖不乖？弟弟乖得很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一点不闹人。高嫂子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沈家娘子，熊瞎子卖出去了，整只熊卖了200两，这是你的100两，我今日就给你送过来。200两？我原想着能分50-60两就顶颠了，
说来是咱们运气好，客乡来的孙掌柜只肯出55两，正僵着。柳明轩柳公子来了，一口价200两，整只包圆儿。他是咱青石县首富家的长孙，心中的举人。柳公子还问打熊的是谁，我当家的只说是路过的人帮了忙。沈家娘子，你放心，你的身份我们绝不往外说。多谢你们费心。这有什么？你救了我公爹和三弟，往后要买什么，我们进城捎带，你尽管开口。银子收好，千万别叫旁人知道。娘，好多银子，熊瞎子那么值钱吗？那我以后也去打熊瞎子卖钱，咱家银子就越来越多了。小满，熊瞎子不是兔子，它比咱这屋子还高，一巴掌能拍断一棵树。昨日2个人被他打伤，差点连命都没了。可娘不是把他打死了吗？娘是运气好，还有高嫂子家的人帮忙。山里不只有熊，还有野猪、豹子、毒蛇。野猪獠牙能捅穿人的肚子，豹子跑得比马还快，毒蛇咬一口人就没了。往后你不许一个人进林子，娘不在家，你就守在屋里。娘只有你一个女儿。我知道了，娘，我不一个人去。等这几日柴砍够了，就让他练身子，再把飞镖手法教给他。这地方保命的本事越早学越好。娘，是狼。不怕，娘在。头、2头、7头、8头。几日前我和杨猎户杀了他们3头，狼最记仇，他们没忘，是来寻仇的。娘，他们会进来吗？门是实木的，墙是1尺厚的土坯，撞不开。唯一薄弱的是茅草屋顶，若他们聪明到从侧面跳上去8个口子。睡吧，娘守着。这是我妈妈哄我睡时唱的。爸妈，你们如今怎么样了？娘！抱好弟弟，捂住耳朵，别出声。大爷的，我原本不想跟你们计较，既然这样，就别怪我刀瞎你的眼睛。门缝太窄，飞刀使不开，就算刀死1头，只会激得整群发疯。头狼，擒贼先擒王，狼群等级森严，头狼就是他们的魂和胆，他一死，剩下的自然溃散。这畜生不好骗。娘，你在做什么？娘在想办法赶狼。抱好弟弟，无论看到什么都别出声。5斤五花肉，1瓶百草枯，再加1包发作最猛的老鼠药，300文，命悬一线，肉疼也得花。狼多疑，先试试他们吃哪个。这就看穿了，这狼比人还精。第一次失败，不会是买到假药了吧？头狼死了，不能让他们跑，下次又来寻仇。媳妇儿，快搭把手，一起放箭，别放跑一个。好。咦，今儿这几头狼怎的如此不济，一箭就撂倒了？光顾着射狼了，沈家娘子怎么样了？夜里听见狼嚎，我说是狼群寻仇来了，抄了家伙一路跑过来，你没事就好。大半夜的还赶来，多谢你们，你救了我公爷和三弟，这都是我们该做的。沈家娘子，这尸首上既无箭伤，也无刀口，你是不是用了药？我用了毒药，老鼠药。我们杨家世代打猎，跟豺狼虎搏了几辈子命，折了多少人手，才攒下这点经验。你一味药，一夜就撂倒一群狼。就算我们不来，这些狼也活不到天亮。高嫂子，院里这3头吃了毒，肉万万不能要了。我只要这3张皮子，外头那6头是你们的贱猎的，全归你们。那可不成，要不是你先毒倒了头狼，我们俩对付那5、6头凶狼，非得挂彩，我们拿2头就够了。我媳妇儿说的对，2头就够。话不是这么说，今夜若无你们截住逃狼，我才真是后患无穷。况且我还有事求你们，这狼皮我一点不会交到，得劳烦带回去处理。再有，明日我要进山搬柴，家里没板车，想借你们的用一用。你们不收下那些狼，这些忙我都不好意思开口。成，你把话说到这份上，我们再推就是矫情。削皮子我拿手，保准收拾的妥妥帖帖，连前几天那2张狼皮一并给你送来。板车我们拉了狼尸回去，就给你送过来。这东西留不得，万一孩子误碰了，一条命就没了。娘，你真厉害！
你是怎么把外头那些狼都弄死的？我也要跟你学，往后我保护娘。娘用了点小手段，等你再大些，娘教你。天快亮了，先睡。沈家娘子，你可回来了，我有急事找你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是大事儿啊！难不成你们把那些毒死的狼肉吃了？不是，那毒肉我们碰都不敢碰，早挖坑埋了。是柳公子，前几日买下整头熊匣子的柳明轩，今日找上我了。柳公子，他找你做什么？他家是青石县首富，他自己是心中的举人。上回我说打熊是侥幸，他没信，认定我们杨家世代打猎是顶尖猎手。他府里养了1年的老老虎，前几日寻机跑了。那畜生凶性未晚，已伤了刘府10几个家丁护工，咬死2个。附近几个庄子人心惶惶，柳公子来请我去捉虎，还要活捉。活捉老虎，养虎的人家倒是稀奇，价码也吓人，捉到活虎，纹银500两。你应下了？不敢不应。柳家在这地界说一不二，他客客气气来请示给面子，我推3阻4，往后家怕是难有好日子。可我自家知自家事，打野鸡猎狼靠的是祖传经验和一股蛮勇，活捉猛虎，我这点本事十死无生。你救了我们一家2次，恩情还没还，我不该来麻烦你。可你见识广，主意多，连熊瞎子都能对付，用毒的法子也厉害。我厚着脸皮来问一句，这事儿可还有别的转圜余地或者取巧的法子？那老虎如今在何处？伤了人之后可有踪迹？六公子说是在县城西北的老鸦山一带失了踪迹，那山连着大片老林，地势险，平日少有人去。柳家派人围捕，折了好几个，连老虎的边都没摸着。离这儿多远？他给了你多少时日？50里路，只说越快越好，耽搁1日多1分危险，没定死期限。他还说要什么家伙人手，尽管开口，刘府尽力配合。沈家娘子，一旦能活捉那头老虎，500两我与你平分。250两，我从没想过在这流放地终老。有了银子，哪怕做黑户，也能给我和小满换一副干干净净的新身份。既然柳公子许了你人手物件，让你尽管开口，那你就去回他。这次进山，带上我，带上你，你一个妇人去捉活老虎？我要那笔银子，也要一张能名正言顺走出流放地的文书。沈家娘子，你真愿意一起去？咱捉的是活虎啊！我愿意，我跟你合作2回了，我这手飞刀比你差。不差，有你在，我这十死无生就变成5成活路了。可你是流放之身，出不了这片地界。这事儿我得向进城跟柳公子说，让他替你办一张临时外出的勘核文书。他要活虎，就得给我这张纸。我要那笔银子，也要一张能名正言顺走出流放地的文书。这是50斤糙美，1斤粗盐。那6头狼的皮子是我们占了便宜，你别嫌少。那我不客气了。在这流放地，粮和盐比银子金贵。去老鸦山一趟，少说10天半个月。眼下深冬，雪再大些就封山，屋里这点柴远远不够。兔皮帽子一顶，100文，再要1盏头灯。细柴不耐烧，捡着还费功夫，就砍这大腿粗的枯树，20来棵够娘仨过冬。这斧子太钝，再添一把刃口利的。昨夜那群狼是杀干净了，可这山太大，我别砍着树，反成了野兽的盘中餐。4颗，够了，回家。沈家娘子，听我男人说，你这几日忙着备柴火，我和铁蛋今日得空来搭把手。高嫂子，昨日才送了米盐，怎好再麻烦你们？这话见外了，你要能跟我当家的进山把那老虎集回来，才是帮了我们家大忙，该我们谢你。小树不经烧，得放倒枯死的老树才顶用。铁蛋，走进林子挑。铁蛋这力气真是没得说，怕是比那打仗的将军还大。高嫂子好福气，往后家里柴火都不用愁了。哎呦，就是一把傻力气，跟他爹比还差远了，还得摔的。1斤五花肉，回去给孩子们补补身子，千万别推。你们要是不收，我心里过意不去，往后有事儿都不敢麻烦你们了。这分量真实在，成，我收了。沈家娘子，你往后有啥事儿就说，我们一家能帮的绝对尽力。杨烈虎的意思是，那位曾助你猎熊的妇人，此次也要参与捕虎。是柳公子，他虽是妇人，可胆识过人，心思缜密，最会布陷阱应对急变。上回若不是他援手，我父子几个早葬身雄父了。一个妇人还是流放之身，让他离开鸡灭之地，并非易事。捕虎连男子都视为畏途，他当真行？莫不是想要……公子多虑了，他身边带着个半大的丫头，还有个吃奶的娃娃，孩子都在这流放区，他能往哪儿逃？他跟着去是想挣点银钱，让2个孩子在这风寒地过得好些。我杨小鸟拿全家10口人的性命担保，他绝不逃，也绝不连累公子。
既有质子牵绊，倒也罢了。刘福，去衙门跑一趟，以协助刘府清剿伤人之手、护卫地方安宁为由，办一张临时外出看河文书，期限1个月，要快。文书明日送去给你，3日后我派人在老鸭山南路的野羊档等你们会合。记住，我要活的，尽量完好无事。多谢柳公子，我们一定尽力。他若一去不回，衙门追的是逃犯，我柳家追的是你杨家。官爷，这是刘府办下来的勘核文书，给这位沈家娘子登个注。可以了。登了记，往后官兵来点卯查人，就不算你私自潜逃。可记住了，1个月内必须回来销文书，否则你成逃犯，我家10口人都得受牵连。杨大哥放心，我明白轻重，逃那是万万不敢想的，绝不会连累你们。那我就踏实了。捉活的老虎，咱得备什么家伙？弓箭、砍刀、绳索、斧头，你们平常打猎那套照旧带。我这边配强效的蒙航药粉，硬拼不行，得先让那家伙睡过去。蒙航药？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那这药就全靠你了，别的家伙我来备。老鸭山比咱这儿更冷，风也大，1个月多半在山里过夜。你这棉袄棉鞋不扛冻，你那几张狼皮我家削好了，我让媳妇儿和弟妹赶2天工，给你做一身狼皮袄皮靴。还有你那2个孩子，1个月单撂在茅草屋，野兽歹人都不安全，送我家去，绝不少他们一口吃的。那就多谢了，我家小子从没吃过母乳，一直喝京城带出来的奶粉。小满会冲，劳烦帮着烧点热水。最要紧的是小满，他年纪小又敏感，别让他饿着冻着，也别让他觉得被丢下了。成，我媳妇儿细心，让她照看。3日后一早我来接你，直接去野羊道会合。小满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娘，你是不是要走了？要去很久很久，不要我和弟弟了。娘是去捉老虎挣银子，杨叔叔、高婶婶都是实诚人，这几日娘看得清楚，他们会好好带你和弟弟。可我怕老虎那么凶，我不想娘受伤。500两固然诱人，可我更要这张文书，外头的路山关卡我一概不知，将来带你们走，不能像无头苍蝇乱撞。娘答应你，一定平平安安回来。小满已经是大孩子了，帮娘看好弟弟，好不好？娘要早点回来。沈家娘子来了，快坐。上回真是多亏了你，不然我这条老命还有三牛这小子，真就交代在那畜生嘴里了。杨大叔客气，算日子你们俩伤口上的锋线也该拆了。高嫂子，劳烦一把干净小剪刀，1盆热水，1块干净布。这皮肉会长拢了，搁往年我这伤就是等死的命。愈合得很好，这几日别沾水，别做重活。杨大叔，各位，我带来的50斤糙米是小满这1个月在你家吃饭的口粮，这1个月求各位莫让他们饿着冻着。也请约束家里孩子们，别因玩闹口角欺负了小满。他年纪小，乍离了娘，受了委屈也不敢说，还请多留心，多宽慰他。沈家娘子，我们庄稼人没那么多弯弯绕，讲一个信字，一个义字。你救了我和三牛的命，这份恩重得很。从今儿里到你回来接人那天，小满和这奶娃就是我杨家的一份子。谁敢克扣他们一口吃的，谁敢给他们脸色看，谁敢让外边人欺负了他们，我杨大旺第一个不答应。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爹。爹您放心，我们把俩孩子当亲生的照看。同样的话我也得摆明，我们杨家上下10来口人的性命，如今也系在你身上。柳家势大手狠，你若借这机会一去不合，到那时男女老少一个也别想活。柳家在青石县一手遮天，碾死我们这样的人家，跟踩死只蚂蚁一样。咱们现在是拴在同一根绳上了。杨大叔，请你放心，逃那是我万万不敢想的，此行只为捕虎谋生，绝无二心。好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一损俱损，一荣或许能俱荣。娘，咱不哭，今晚我们吃鸡肉好不好？鸡？娘哪里来的鸡肉？是你小六叔给的，你等着，娘去拿。看，这都是娘给你备的。肉包子别舍不得吃，1天2个还是3个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还有这3包药是风寒高热才吃的，怎么吃娘教过你。这1个月别抱弟弟出门，他还小，出门容易受风寒。我知道了，娘，真好吃。沈家娘子都准备好了，家伙和1个月的干粮我都备下了。好了，蒙汗药在我身上，3日路程，走出老林才是野羊隘。柳家营地在那儿等着。柳公子要的是活虎，那么大一笔赏银，到了野羊坳，未必只有咱们4个人抢。那就早走一步，这一趟我必须活着回来。2个孩子还在你家等我。沈家娘子，
小青跟得上吗？出了村道，往后3天全是这样的山路。跟得上，杨大哥尽管走，喝口水润润，叫我杨二嫂就成。多谢。听说你也刚生了娃，家里怎么喂？我家娃2个多月了，能喝米汤，不吃人奶也活。我剑术比嫂子妹妹都好，这趟就我来。这片坡看着好走，底下全是暗冰，一滑就是断腿。咱们绕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粗布加细藤，昨晚赶着做的。血光看久了要血盲，眼一瞎，谁也走不出这座山。咱们在这儿，再走大半天到野羊要外围，那地方3面环山，像个口袋。老虎最后就是在那一带没了踪影。柳家提前派人过去了。柳公子派了护院和老向导先搭营，笼子、大网都备着。咱们先会合，摸清情况再进山。盲目乱找是送命。新鲜狼粪，还有狍子蹄印，有野兽。今晚必须守夜，2人一班，我和二牛守上半夜，沈家娘子和二牛媳妇守下半夜。有动静立刻叫人。好。沈家娘子，该咱们了。沈家娘子，这是什么声音？我不知道，火照不到那么远。大哥，二牛，你们快醒醒！都别说话。不是狼，狼不这么叫，听着像老鼠或者别的什么，但离咱们不远。今晚谁也别睡了。看，那就是野羊隘，咱们到了。站住！什么人？青石县杨家村猎户应柳公子之邀来协助捕虎，这是柳府的文书。柳家不只请了杨家，这是广撒网，谁抓到老虎赏银归谁。我们要防的不止老虎。沈家娘子，情况有变，咱们得小心些。杨猎户一路辛苦，丑话先说明白，谁能把那畜生完好无损的活捉回来，500两赏银当场兑现。伤了死了，与我们柳府无关。怎么捉，各凭本事，互不干涉，各安天命。但若有人存心捣乱，对同乡下黑手，一经发现，休怪柳府不客气。柳管税的规矩，我们明白。早知柳家把捕虎弄成了狼抢食，我当初就不该应下这差事。来都来了，说这些也晚了。现在不是懊悔的时候。杨大哥、二牛哥，你们去摸清营里有几拨人，都带了什么家伙，打算走哪个方向。杨二嫂跟我去库帐领工具。成，就照沈家娘子说的办。连咱们一共5拨，2拨是附近的老猎户，1拨是3个跑单刀武师。柳府护渊头目带队人最多，有弩箭，还有3条猎犬。最后1拨是北边黑风寨的，擅长设陷阱下套，手段黑得很。咱们人少又没狗，怕是抢不过，还得防着被算计。那就他们找他们的，咱们找咱们的。今晚起，绳子网、家伙都放身边，轮流看着，吃食和水都别离眼。500两足够让人提前清场。谁？我黑风寨的，借个火。借火？你们自己没生火？嗨，柴湿了，折腾半天点不着，看你们这亮着，行个方便。不方便，营地有规矩，各管各的，柴湿了自己想办法。不给就算了，小气。来者不善，这是来探虚实的，都警醒着。背阴的北坡没人去，咱们从那儿进山。都留意雪面，老虎体大，脚印深，新雪盖了也看得出端倪，还有啃过的残骸、新粪、拖拽的痕迹。杨大哥，你看那儿，是不是有点不对？像被什么东西压过，下去看看。是握痕，这大小是大型野兽趴卧过的，至少3、4天前了。这地方背风，能望见坡下，是个歇脚的好点子。他若在这卧过，这一带还在他活动范围里。以这儿为中心，散开搜50步，别走散。杨大哥、二牛哥、杨二嫂，你们来看。是大牲口的毛，黑黄色的。柳公子说他家那只是黄的，是不是老虎？还不敢断。照这地形，他多半往更深的峡谷去了。走。嘿，别紧张，自己人。黑风寨的兄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
就想看看几位找老虎找的怎么样了。我们哥儿几个腿脚慢，跟着几位学学经验。兄弟，我……我还当是多厉害的角色，能让柳家单独请来，结果连一个回合都走不了。亏老子昨晚还愁得没睡好。老五，你留下，他们去哪儿你去哪儿，看着他们找老虎，找到了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明白，大哥。你们也听清楚，找到、捉到，乖乖交给黑风寨，让你们活着滚出这山。不听话，这深山老林多几句喂狼的狮吼，没人会在意。明白。走，去瞧瞧其他几队的朋友，看他们要不要帮忙。啊，不是要找老虎吗？天快黑了，老子没耐心陪你们吹风。哎呦！小子，胆子不小，还敢对老子动杀心！大侠息怒，他们男人年轻不懂事儿，猪油蒙了心。我们一定乖乖找老虎，绝不敢有二心。哼！再让老子看见你们有任何小动作，就把你们剁成肉馅喂狼，听懂了吗？懂了，懂了。老虎银子，我不敢想了，我只求把你们3个囫囵囵带出这座山。他快得像鬼，还有轻功，我们4个加起来也不是他一个的对手。可他用完我们，随手就能灭口，这个人我必须除掉。喂狗呢，你先喝一口。这一位倒是细皮嫩肉，煮饭的手也巧。带着他们2个走，我去引开他。大哥，你不是他的对手，那也总好过看着他们被这畜生糟蹋。待会儿你俩先跑，我和大哥引开他。杨大哥，你可知他是什么人？黑风寨的杀手。正因是杀手，今夜万不能动，引不开，你们2个死在这里。真杀了他，黑风寨报复起来，你家爹娘妻小，整个杨家村一个也活不了。那我们就这么被他牵着鼻子走，万一他……此人非除不可，但绝不是今夜。而且他的死绝不能算在我们头上。我要祸水东引，硬拼是下策，送死是中策，智取才是上策。我有办法让他难受的顾不上我和杨二娘。你们知道我会医术，能救人，自然也能杀人。听我的，别冲动，等我的消息。磨蹭什么？收拾了轮流守夜，你第一个，你第二个，抽时换班，谁想溜？大侠放心，逃那是万万不敢想的，我们这就去收拾。杨大哥、二牛哥、杨二嫂，切记不要冲动。羊羊粉无色无味，售价30文。不能要他的命，就先让他生不如死。30文，买了。老子去撒泡尿，你们都给老子老实点儿！大侠放心，我们绝不敢有二心。他老子的，又下雪了。又是你们这群狗日的！什么东西？黄皮子！你们几个快把火弄旺些！真是黄鼠狼，我看见他们了！呵呵，这么急就扑上来了？别急，爷会好好疼你的。愣着干什么？快给老子把火烧旺！黄皮子这玩意儿邪性，怕火。怎么会有这么多黄鼠狼？我们猎户行里最忌讳这东西。黄大仙记仇，惹上一只就是惹上一窝，往后再别想安生。可咱们一路连只山鸡都没惊动，怎会招上这群煞听？他们不是冲我们来的，是冲他来的。白毛头狼一直盯着老五，黄大仙记仇，这是来寻他报仇的，跟我们没关系。一会儿趁乱，各自找棵大树上去。人人把你们当大仙供着，
老子偏要看看你们有没有传说里那么邪门。你过去用斧头砍了那领头的白毛老货。大侠，那是黄大仙，杀不得，要遭天谴的。天谴？老子就是天谴！不听话，现在就送你去见阎王！他爷的，裤裆里像有千百只毒蚁在咬我！好，贱人，给老子站住！身上突然这么痒，肯定是那群贱民干的。收拾完这群畜生，老子扒了他们的皮！你们这群畜生，给老子下去！这味道不对，都捂住鼻子。来不及了，下树，往反方向跑！金子，全是金子，一座金山，我是在做梦吗？滚开，那是我的！大哥，不用找老虎了，这儿有金山，10辈子都花不完。那是我先拿到的，放手！是我的，我的金子，放手！都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抢！敢抢我的金子，去死吧！金山呢？哪来的金山？全是石头！那股骚臭是置换的，我是被血腥味换回来的，血和痛能破幻。我的，都是我的金子，装不完，根本装不完！你找死！沈家娘子，我怎么在扒石头？我们中了幻毒，看见的金山全是假的，快去拉开他们，再打要出人命！二娘，住手！你醒醒！杨二牛，看看你手里是什么？看看你媳妇儿的脸，那是石头，不是金子。媳妇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毒气害人生患，没时间说了，架起你大哥，这儿血腥味太重，会引野兽。跑，快跑啊！虎姑婆，那是虎姑婆，虎姑婆来了！披着人皮，佝偻着背，一张虎脸。小时候听的虎姑婆，母老虎成精，专吃小孩。柳家悬赏500两要抓的，怕不是普通老虎，就是这东西，贪财害命，这活我就不该接。沈家娘子，她过来了。装神弄鬼，这世上没有妖怪，他是人扮的。老五完了，杨小牛昏着，他们2个瘫着，退不了，只能搏命。当前余额2700文，是否购买？1800，买完我就倾家荡产。可我记得一句话，任你道法通天，一枪撂倒。买。前世连玩具枪都没摸过，是人是妖，一枪就见分晓。他流血了，会流血，他就是个人。坏了，捂鼻子，快跑啊！又中招了，不能对他们开枪，绝不能。这吼声在前面，这山里还有第2只真老虎。围住他们，别让跑了！救命！我们是自己人，也是给柳家找老虎的。这儿有妖怪，还有黄鼠狼精。捆结实了，别让他们再发癫。头儿，这边发现一具新鲜尸首，还有一地死透的黄鼠狼。果然哪有什么老虎精，是人假扮的。我这条命算是捡回来了。把这面具摘下来。嘿，
这身形，这下巴，我怎么觉得我认得他？疼，不是做梦。这张脸，原主认得，是钱太子。1年多前就风光下葬进了皇陵，怎么扮成妖怪，跑到这西北老林里，金蝉脱壳，假死潜逃？龙椅上那位若知道他没死，为演皱纹，今日在场所有人都得消失。可算逮着这装神弄鬼的杂碎了，折了老子好几个弟兄。他们只有恨，没有精。看来这群人不认得钱太子，还好，不然事儿就大了。把这杂碎的尸体跟那群臭黄鼠狼的尸骨都堆到一块儿。刚才听见虎啸了，血腥味这么大，他准来。家伙是备好，给老子抓活的。好汉，黑风寨还有个人在附近，被黄鼠狼和这贼人伤得厉害，不知死活。可否派2位兄弟随我去寻一寻？你们2个跟他去一趟。得让柳家人作证，老五是死在虎妖和黄鼠狼手里，跟我们无关。又是被这群畜生咬死的，幸亏这次进山的人多，够这群畜生填饱肚子。话多！往后记住了，管好你这张嘴，要坏了公子的谋划和名声，你我几条命都不够填的。晓得了，我一时忘了那女人还在。公子叫这么多人来捉虎，就是撒出去的肉饵，为保山里那些邪性黄皮子，引开他们，才好让咱们下手捉真虎。营帐扎在唯一出口，谁捉了虎想出山，都得从咱眼皮子底下过。拦一扣，那虎自然就是柳家的。什么悬赏捉虎，全是幌子。我们这些进山的人，从头到尾就是喂黄鼠狼的诱饵，随时可弃的棋子。来古代才真正懂了什么叫人命如草芥。这个仇我金之春记下了，老虎谁爱抓谁抓，我绝不再沾手。这份大礼，我要柳家加倍奉还。杨二娘、二牛哥、杨大哥，快醒醒！沈家娘子，对不住，昨夜我们中了邪，一心想杀你，那不是我们的本意。我知道，是黄鼠狼的臭屁致人生患，不怪你们。眼下柳家已设好陷阱捕虎，咱们不掺和，立刻离开。沈家娘子，为啥不留下跟柳家联手分赏银？二牛，听沈家娘子的，立刻回家。你还记得咱俩为抢一块金石头打得头破血流，把彼此当生死仇敌那会儿吗？我记得，那是黄皮子搞的鬼，他们盯上咱们了，再耽搁又中幻觉，咱们就得死在自己人手里。咋带你们出来的，就咋全虚全眼带回去。既要走，就瞒不过柳家。二牛哥、杨大哥继续装昏迷，让人看不出你们还有用，柳家才肯放我们走。下棋的人不榨干棋子最后一丝价值，怎会放他离开？头儿，那猎户要走，追不追？哼，不必，2个男人都不行了，剩2个女人是累赘，有现成硬菜做饵，够那大虫享用，让他们走。嘘，继续装。他们伤得重，在山里遇上邪乎东西，得赶紧送城里找郎中。把从府里领的东西还了，就能走。杨大哥，快过年了，小满身子弱，我想进城抓药、扯布、买粮，只是我这身份进城不易，还需你们帮衬周旋。沈家娘子说的哪里话？这事儿包在我身上，咱这就进城。君爷天寒地冷辛苦，这点茶钱不成敬意，我那弟妹忘带户籍，通融这一回。行了行了，麻利点进去，下回记着带齐。这是你垫付的半两银子，还你。杨大哥，这是方才进城打点的花费，快拿回去！要不是你，我们兄妹3个早喂了山里黄皮子，这点银子算我们谢你的。情分是情分，账目是账目，你们若执意不收，下回我再有难处，可真不好意思找你们了。你呀，也太较真了。罢了，我收下，可说好，下回有事儿不许跟我们客气。杨二嫂，我方子里为关键药材缺货，得等2、3天从府城调来。我打算在城里住几日，能否陪我？我一人留城害怕。这药铺没货，咱多问几家便是，何必花冤枉钱住城里？那位药稀罕，指他家有稳定来路。我已交了3两定金，改别家货不要，一文不退。3两还不退？没这道理！走，我跟你去药铺说道说道。万万不可！那药铺能站稳城里，背后必有倚仗。
你一闹惹恼了他们，报了官，我这没户籍的刘父身份立刻露馅，连累你全家。杨大哥可是怕我跑了？你若不放心，你和二牛哥也一同留城，这几日食宿都算我的，拿到药材4人一道回。这万万不可，城里住宿贵得很。小牛，金姑娘一片好心，你就别犟了。大哥，沈家娘子真想逃，山里荒郊野岭机会多的是，何必进城人多眼杂时？况且小满那孩子还在咱家，我也是当娘的，信他不会撇下亲骨肉跑。我陪他在城里多待几日。大哥二牛，你们先回家报平安，明日再来看看城里有没有做工的地方。沈家娘子，二弟妹，城里不比山里，白天少走生地方，夜里千万别出门。大哥放心，我盯着沈家娘子，一步不离。二弟妹机灵些，照看好她。我和二牛先回村报平安，最迟后日一定来接你们。嫂子安心抓药，小满在家有娘照看着。二嫂，这回真是多谢你。谢啥？先寻个便宜干净的地方落脚吧。我对城里不熟，二嫂可有推荐的客栈？城西车苗店最便宜，大通铺1晚20文，就是人多嘴杂。南边城墙根有几家小客栈，大通铺30文，胜在清静。大通铺，我夜里还要去柳家讨那笔账，挤在几10个人中间，怎么脱身？二嫂，不瞒你说，我睡觉轻，一点动静就醒，实在住不惯大通铺。城里可有带单独小房间的客栈，贵些也无妨。住宿的银钱我一人出，单间可贵着呢。最普通的1晚少说200文，顶大通铺10晚。咱们庄稼人猎户，有屋顶有墙就顶好了，那是白花冤枉钱。二嫂，我确实住不惯。唉，我倒忘了，你流放前是官家小姐，金贵人没吃过这苦。南城门有家悦来居，听说有带小炕的独间，价钱兴许便宜些，咱去问问。好，就听二嫂的。飞檐斗鼓，流筝牌匾，楼上还飘着琴声。这是我穿越以来第一次真真切地逛古代的街。二嫂，那边围这么多人，是在耍杂技。瞧一眼。他在鞭子逼着2只畜生，这成何体统，伤风败俗，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？快走，快走，捂眼睛！呸！什么脏心烂肺的玩意儿！我原以为古代最是保守，没想到下三流的手段一样不缺。二嫂说的对，那不是人干的事儿。二嫂，等会儿，我算了算，我有7、8天没吃过一口热乎饭了。老板，2碗馄饨，都要大碗的，多搁葱花。沈家娘子，摊上吃食贵，咱包裹里有馒头肉干呢，别省这一口。这几日担惊受怕，风餐露宿，人都快熬干了，热的暖暖身子，也安安神。我请你。等回了家，我让二牛给你送几坛泡菜，这人情啊得还。老板，结账。走，接着寻客栈。1晚250文，带小炕的独间。小二哥，劳家烧2大桶热水送来，我们要洗漱。1桶10文，2位娘子稍等。吃饱了，洗热了，一松正劲儿人就睡死了。我等的就是这个空。打听刘府，夜袭刘府，都不能用这张脸，一个不留意就是杀身之祸。这位大哥，劳驾，城里哪有当旧衣的铺子？扮贼人脸一定要大众，不能太丑，不能太俊，越记不住越安全。这下谁也认不出我原来的模样。这消息闭塞的年头，最灵通的除了茶馆酒肆，就是乞丐。这位大嫂，请问城里那些要饭的白天多在哪儿待着？家中有远亲流落在此行乞，想碰碰运气。找他们啊，就在城里那家大酒楼的后巷墙根底下窝着，伙计倒泔水扔剩菜，他们都在那儿等着呢。多谢大嫂。沈清舟，这张脸就算化成灰我也认得，原主的男人沈清舟。他不是在山里挖煤矿服苦役，流放犯无特赦，不得离开服役之地，他怎么脱得身？沈兄，今日这顿算我的，车已备下，一道走。那便有劳。原主怀着他的骨肉，在流放地朝思暮想4个月，他没给过1粒粮，没给过半个铜板，连一个眼神都没有。他倒吃着县里数1数2的酒楼，穿着干净体面，
跟这等富贵人物称兄道弟。好，等回了流放地，我第一件事就是跟你和离。不行，摸清柳家才是眼下活命的事。你这笔账，我挑我说了算的时候再算。小孩，饿不饿？我给你吃的。你跟我走，帮我做点小事儿。你是要买下人？你穿的比我也好不到哪儿去，肯定买不起。你是不是骗子？想把我拐去卖了？还是想打断我的腿，让我替你讨钱？我不去。我不是那种人，我只打听点事儿，问清楚我就走。报酬是3个白面馒头，外加1块肉干。他们个个比你大，你和他们不是一伙的吧？酒楼真丢出剩饭剩菜，你抢得过他们吗？我赌他会跟上来。胆子不小，是个能成大事的。我师父说过，饿死胆小的，撑死胆大的。跟着心走，总比原地等死强。给你的，先吃饱，我再问话。当真是给我的？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恩人，你尽管问，我知道的，知无不言。城里那个有举人的柳家，你知道多少？公子，你问柳家做什么？不该问的别问，答我的话就成。柳家是咱们县的土皇帝，连县太爷见了都要让3分。刘老爷叫柳半城，酒楼药材铺绸缎庄，半个城的铺子都跟他家沾着关系。刘老爷有8个小妾，15个女儿，儿子只一个，叫柳明轩，本地有名的举人才子。外头一副斯文样，其实跟他爹一样风流。城北别院养着5个南边买来的女人。刘府一共有多少户院？府里看守严不严？严得很，前后门白天黑夜都有人，一般人根本进不了，光护院就有100多号。去年冬天我师父饿极了，想爬刘府东墙那棵老树，进厨房后头摸口吃的，刚上墙头还没看清里面，一根棍子就砸下来，柳家护院把他活活打死了。打死人之后，他家看守比从前还严。100多户员，前后门日夜有人，硬闯刘府讨那笔债，那是拿命去送。这条路走不通，那就换一条。你告诉我，柳家那间药材铺叫什么名字？开在哪条街？柳家最大的药铺叫回春堂，就在城中心最热闹那条街上，门脸最大，生意最好。做堂的大夫都是府城请来的，药材最全。刘府上下城里有钱人抓药都去那儿。回春堂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些你也拿着。我讨了2年，没人给过我铜板。公子，你等等，还有事？你打听柳家打听的那么细，你可万万不能去柳家偷东西啊！他家护工比衙门的官差还凶，墙高垫深，去了就是送死。我师父就是那么没的。你给我吃的，给我铜板，你是好人，我不想你也去送死。太聪明了，有时候也不是好事。这世道，知道的太多，死得越快。哪怕你揣的是好心，也未必能换来好报。记住这句话，往后好好活下去。谢谢公子，我记住了。100多户院，前后门日夜有人，硬闯刘府是拿命去送。可这口气我咽不下。柳家不是有药铺吗？那我就把柳家的药铺搬空。小二哥，你们这儿可有百年人参？丁，发现天然野生中药材锁糖11斤，价值500文，是否售卖？丁，巴豆2斤100文，曼陀罗花干800文，朱砂1斤200文，附子3斤150文。叫得这么欢，炮制好的药材系统也收。客官，100年的没有，50年的倒是有1根，药性差不杂。我当是哪位贵客？原来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乞丐。100年人参，把你全身骨头拆了卖，都买不起1根参须子，跑这儿消遣你小爷？滚！再敢胡咧咧，我叫人打断你的腿，扔出去喂狗！嘿嘿，我这就滚。50年的人参不在钱塘药柜里，真正值钱的全在仓库。有系统在，搬空这家铺子势在必得。墙高约莫1.7米，我这身子1.65米，找准砖缝借力，翻得过去。锁我不会开，洞我钻不进，那就只剩爬墙。无人看守，也没养狗，今晚我的机会就来了。沈家娘子，你回来了，
我一醒没见着你，包裹也少了，我还当你没去哪儿，就在附近转转。包子刚出锅，买了5个加餐，还给小满捎了点零嘴儿。瞧我瞎紧张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他若起了疑心，今夜就会守着我不睡，那我这一趟就全废了。我下楼再要2碗热水，就着包子吃。丁，安眠药2颗，20文，购买成功。趁热吃，杨二嫂，再喝点热水暖身子，晚上睡个好觉。沈家娘子，我睡了一下午了，怎么还这么困？许是累了，又吃了热乎的，气血都往胃里走，自然犯困。快歇着，睡实了。系统里只剩200文了，今夜一定要成。丁，小手电筒120文，购买成功。这老子都成精了。丁，发现天然野生中药材索兰11斤，售价500文，是否售卖？曼陀罗花。丁，当前余额7040文。城里最大的药铺，人参、灵芝、鹿茸、麝香，一样都没有。药童说过有50年的人参，真正的宝贝在楼上库房。来都来了，岂能空手而归？丁，发现天然野生中药材人参、灵芝、雪莲，是否售卖？沈兄，你最近好像清瘦了许多，是否太过劳累了？老柳公子挂心了，都是为陛下做事，吃些苦也是应当的。沈清舟，他们俩在这儿密谋什么呢？在这里，我们不用那么生分吧？好，柳兄，你今日找我，究竟想谈些什么？姓柳，那就是柳明轩，一个流放犯，一个土皇帝家的公子，他们有什么好密谋的呢？沈郎，矿上这次出了多少货？铁和铜都不少。能打一批好兵器，届时跟陛下交差，你我就可以回京城复命了。陛下有密旨，这批货打成砍刀，送到张大牛手里。张大牛，那个起义军的带头贼子？正是，他借中原大憨起义，不到2年聚流贼8万，已窜入西蜀腹地。陛下已命辽东镇国公世子领5万兵马前去平叛。既命世子平叛，为何又要我们暗中资敌？我的沈郎，你当真不知，世子镇守辽东，屡破铁勒，这大周人人只知有镇国公护我大周安宁，却不知有朝廷有陛下，这如何能让陛下睡得着？功高盖主，那陛下是要那帮流贼灭了世子的5万大军？是也不是，8万流寇是乌合之众，缺的正是精良兵器，给他们情形便大不相同。两军对垒，无论谁胜谁败，都元气大伤。陛下要的就是2败俱伤，世子胜了也是惨胜，兵锋折损再难伟大碴子，败了陛下正好罚他，另派心腹接管辽东，左右陛下都不亏。此等安排，当真是陛下圣意。辽东乃国之屏障，世子一走，铁勒卷土重来怎么办？密旨在此，岂能有假？3月迁死以奇袭铁勒王庭，漠东元气大伤，5年内无力南下。锦衣卫和王大将军的3万亲军已经东上接手辽东了。我明白了，便依陛下旨意行事。私采矿产，暗造军械，资敌构陷，而这一切背后的人是当今皇上。这里头任何一条被他们发现我听见了，我都活不到明天。名贵药材我不要了，命更值钱。这件衣裳，这张脸，今夜都得埋了。回春堂丢了满柜药材，明日城里必翻天。军械一旦送到张大牛手里，8万流寇对5万辽东铁马，西蜀必成血海。败的那一方往哪儿窜？中原大旱，西蜀有兵，只剩往西北。兵灾一到，疫病跟着来。这西北我们一天都不能多待。大周立国130余年，5年前起，中原先是100年不遇的暴雪，接着3年大旱，又是蝗虫，又是鼠疫。老皇帝一死，朝堂只顾内斗，赈灾的银子再没下去过。百姓活不下去，就反了。领头的叫张大牛，原是大户人家的马夫，沙滩官抢官仓，
2年聚起8万人，一路打进了易守难攻的西蜀。外有蛮子铁勒，内有暴乱一平，朝堂内乱，这是要出大事的信号。万一皇帝这盘棋玩脱了，世子平叛失守，张大牛下一步能打哪儿？挨着西蜀的就是西北，起义军一路最先杀的就是当官的。我是罪臣之女，流放犯家律，落到他们手里，逃不了一个死字。就算世子赢了也一样。那些兵是从蜀一窝里一路走出来的，谁数得清沿途传染了多少人？大西北不能再待了，我得带着2个孩子走。走之前，防疫的东西必须备齐。睡得死。好，鼠疫的根子在老鼠身上，野鼠、旱牧身上带着这种病菌，跳蚤吸了病鼠的血，再咬人，菌就进了人的血里，这是现鼠疫。往后就是人传人，飞沫接触，一个传一家，一家传一村。所以防鼠疫，第一要紧是防老鼠、防跳蚤。可这地方1年洗不了几回澡，头发缝里、衣裳里全是虱子、跳蚤，人走到哪儿，瘟神就跟到哪儿。厚棉布、口罩、手套、肥皂、换洗衣裳，石灰化水泼院子消毒，水只喝滚开的，饭必须热透，不吃生食，碗筷开水烫。金银花、大青叶、蒲公英、黄芩、黄连煮水当茶，再做个避讳香囊，多吃大蒜。链霉素1瓶1万文，沁大霉素、多烯环素、氟喹诺酮皆在1万文以上。鼠疫疫苗1针4万文，需连打2针。换中药10克犀角600文，配齐一副够几人用撑1个半月的治愈方子，要2万文。我账上7000多，差得太远了。即使有系统这个金手指，我唯一的保命机会，也只是想尽办法别染上。杨家人待我不错，我本想给他们透个烟，可我说了，他们又解决不了，除了徒增恐慌，什么都改变不了。明日进药铺看看再说。枪在怀里，10来枚子弹在包里，子弹丢了，这枪就废了。杨二嫂，你在门口等我，我进去把昨说好的药取了就出来。成，你去，东西我给你看着。抓药还是问诊？方子拿来。抓药。方子没带在身上，我手里银钱也不宽裕，劳烦小兄弟报个价，我挑眼下最要紧的抓几样。我先给你抓几位最要紧的，银钱稍后再说。抓药还是问诊？方子拿来。抓药，方子没带在身上，我手里银钱也不宽裕，劳烦兄弟报个价，我挑眼线最要紧的抓几样。你且说说症状，我给你捡几味最对口的。娘子说要哪几类，治什么症号？咱铺子小，比不得大字号，可药材实在，价钱公道。主要清热解毒的，金银花、蒲公英、大青叶、黄连，再要些燥湿杀虫辟秽的，苍醋、雄黄，若有艾切也要些。金银花85文1两，大青菜80，蒲公英22，黄连90，苍术60，雄黄40。娘子，雄黄有毒，千万慎用。金银花、黄连也寒凉，不是实热症，不可多服。跟系统里的价差不多，那就花现银。系统的铜板花1分少1分。我困在流放地，进不了城。谢兄弟提醒，前5位各称3两，雄黄1钱，艾叶1两半，拢共1037文。看您买的不少，抹个零头，1035。兄弟，我还想打听几位犀角、水牛角也行，还有羚羊角、牛黄麝香，再有3七，贵店可有？娘子看那几个空抽屉没有？从前就是放犀角、羚羊角这些的，如今起码2、3年没见新货上柜了。一来这东西稀罕，二来辽东年年跟铁勒打仗，有好药材，镇国公的人都收去辽东了，根本到不了我们这种小铺子。牛黄麝香倒不是全没有，可真的好牛黄上等麝香，价比黄金，从不摆柜台。掌柜偶得指甲盖那么一点，消息还没传出去，得了风声的府上管家、乡绅的人就重金预定走了。您把镇上县里的药铺走一遍，也没哪家敢堂而皇之摆出来卖，那都是得有特殊门路，出得起天价，才私下摸得着的东西。治鼠疫方子里的药材一味都没有，我最怕的那件事成真了。那3七呢？寻常的有没有？寻常3七也叫田七，品相一般，药效自然也寻常。就这儿，1两银子1两，1两银子1两。我系统里的精品3七才600文1两，还好我有个系统，不然在这大周得场重病，稍贵一点的药都抓不起。多谢小兄弟告知，3七我暂且不要了，就买先前那些。沈家娘子，我瞧见你买了金银花和艾草，这2样到夏休漫山遍野都是，我家年年摘一大堆晒着，早知道你要，哪用花这冤枉钱？下次直接上我家拿就成。多谢杨二娘，是我没想到这一茬，你家的留着自家用。对了，我想问问，你可听过中原闹鼠疫的事？听过。沈家娘子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你听旁人都是怎么说的？我当家的从外头回来说的。中原大旱，地里颗粒无收，老鼠在山里找不着吃的，成群往村子跑，往城里跑，可人也没吃的，饿极了就有人抓老鼠吃。这一来二去，
人就得了那瘟病。那已经得了病的人是怎么传给没病的人的？朝廷你们这儿的县太爷可教过你们防范，可给过治鼠疫的方子？啥？这鼠疫还能人传人？不是说只有吃病老鼠才会得吗？城里官老爷贴过告示，只要不吃老鼠就不会染上那瘟病。我们今年连田里的田鼠都不敢捉了，往年那可是年年抓来吃的。只要管住嘴就没事。滑天下之大期，南方年年水灾闹瘟疫，官府都懂封锁，隔开病人，设医馆烧尸。100余年的大周，不可能没人看出鼠疫是怎么传的。染疫的都是中原人，大半跟了张大牛，等于反了朝廷。朝廷索性让他们自生自灭。可这谎话骗不了达官显贵，他们府里都养着郎中，药材缺得这么厉害，全流不到市面上，那是他们早就在囤药。他们有方子，也知道天灾战乱挡不住，用一句别吃老鼠把百姓拦在门外，药就全是他们的。朝廷不管疫，也不管囤药的人，就是默许。百姓死绝了他们不怕，他们有药，蛮子铁勒趁虚而入也不怕，鼠疫一样能把入侵者带走。等人都死尽了，说不准大周还能再扩一块地。这不是天灾，这是一场清除计划。沈家娘子，你突然问起这个，是发现什么不对劲儿吗？不能说，说出口就是杀身之祸。但有一件事，我必须回去问个清楚。这位娘子还有何事？兄弟再劳烦你，我家长辈体弱，常年要温补的药材调养，先前光顾着买清热祛邪的，倒把正事忘了。贵店可有上好的人参，年份不拘，只要货真，还有灵芝、何首乌这类补益元气的，有现货吗？人参有，您看这支5年的原参，虚炉齐全，药性平和，2两银子一支。这支10年以上的，身形更佳，要5两。若想要野山参，那可是碰运气的东西。说来也巧，前些时日东家真收得一支，小的做不得主，得请掌柜的出来，价格自然非寻常可比。灵芝也有，都是30年的，一朵100两银子。何首乌是50年的，200两银子。100两的灵芝，200两的何首乌，说有就有，偏偏治鼠疫的犀角、羚羊角、牛黄一味都没有。我猜对了。娘子若觉得价高，也可看看党参、黄芪，功效虽稍逊，价廉互美，也是极好的补气之物。不必了，多谢小兄弟。这城里连回春堂共4家药铺，回春堂我不敢去，剩下2家全问过了，结果一模一样，补药样样齐全，治鼠疫的药材家家缺货。这不是天灾闹的短缺，是有人把药抽干了。这么大的雪，我带着小满，带着还没满月的婴儿，往哪儿逃？还没出西北地界，就先冻死在路上。我知道方子，我知道怎么防，可我一个字都不能说。想拆墙的人，先被墙上落下的砖石砸死，连墙边站着的人都得跟着埋进去。沈家娘子，你脸色白得吓人，怕是冻坏了。天色不早，咱赶紧把你要买的东西买了，好回家。哎，好，杂货铺在哪儿？我要生石灰，30文，150名。这都问了第4家了，算怎么这么难学？我这儿还有去年的蒜，40文1斤。去年的存蒜也要40文1斤，这也太黑心了！给我称5斤。这娘子买的东西一样比一样古怪，她脸色这么难看，我还是别多问了。雪越下越大，可不是好兆头，快往城门走！快关闭城门！刘府发现回春堂药材失窃了，报官抓人来了。我昨日易了容，脸不怕认，怀里这把枪和子弹才要命，系统只收中药材，别的一样也存不进去。杨二嫂，快走，我们赶紧出城。再激老子砍死你们！都给我往后退！出不去了，这枪必须藏。大周女子束胸用一块布，搜身的人总不能去搜女人束胸的地方。个人冰凉，但调不出来。沈家娘子，这是发生啥事儿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所有人听着，今日城门提前关闭，城内发生盗窃大案，失窃物事关重大，所有要出城者一律接受盘查。盗窃案？什么盗窃案要关城门？我家娃还在城外等着呢。肃静！回春堂丢了一批药材，我们奉命行事，谁敢耽误刘府的差事，我定扒了他的皮！赶紧排好队。没偷东西的，查完自然放你走。原来是抓偷药贼，可真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是来抓沈家娘子你的，不对，是来抓我们的。还好没人发现。杨二嫂，别说话。他怕得哆嗦，怕的是我流放犯的身份。这么多人，他再说一句，我们2家都得完。
解衣。女子不解衣服，束胸玻璃的东西就不会被发现。你哪里人？他爹个脚后跟的，老子问你话呢！你个大老爷们儿装什么哑巴？我青石县的，要出城砍柴。滚滚滚！看见你这口水，老子饭都吃不下，赶紧滚蛋！怎么样？这些人里头，可有昨日去药铺的那个？没有，不过他肯定还在城里。那贼人又矮又瘦，声音又细又尖，跟宫里的太监似的，我听得出来。过来瞅瞅，这妇人买的药材不少，看看可有回春堂的药材。这妇人看着可像贼人？不是，我们回春堂丢的可是几十斤药材，还有我家公子同房时常用的那味药也不见了，这里头一样都没有。昨儿那贼人是个男的，不是妇人。沈家娘子可算是出来了。是啊，终于出来了，我们快回家。媳妇儿，沈家娘子，我们刚到城门口，哪知道城门就关了，可急死我们了。还好你们出来了。这雪越下越大，我们还寻思城门要是不开，你们俩咋办？既然出来了，咱就回家吧。这冰天大地的，进城找活计也是白找。说的也是，那咱就回家。对了，这城里到底出啥事儿了？咋突然关城门？说是回春堂丢了批药材，刘府报的官挨个搜身抓贼呢。当时可把我吓死了，我还以为是沈家娘子的身份被发现了。回春堂的药材被贼偷了。柳家在青石县那是土皇帝一般的存在，这贼胆子也太大了。那柳家的人抓着贼没有？暂时没有。行了，赶紧回家吧，反正跟我们没关系，我们出来了就好。啥丢药材？我看呐，丢的是柳家公子的命。老人家，这话怎么说？你们还不知道，今儿一大早，柳公子和他新纳的那房小妾是从回春堂抬出来的。听说两人昨夜闹得太欢，过了头，分不开了。大爷，啥叫分不开了？这都什么事儿？到底啥叫分不开了？难不成那柳公子出门身上还得挂着这小妾？怕是用520胶水把两人给粘住了。这种病例，我前世医院可没少见。没什么，只是想起以前听人提过，有些人身上确有这样罕见的毛病，算是一种身体的异常反应。丁发现天然野生中药材锁阳、肉苁蓉，数量还不少。杨二祥、杨大哥，你们能先等等我吗？小满爱吃这东西，我想挖点给孩子带回去。这玩意儿燥得很，鼻子窜血，嗓子冒火，娃娃家哪受得住？多谢提醒，我懂医术，心里有数，偶尔吃一点不碍事。幸亏是沙地，好挖。沈家娘子，你别客气，我们帮你一块挖。丁，肉苁蓉250斤，价值1200文；锁阳1斤，价值200文，发财了！杨大哥，我这背篓实在装不下，这些能先放你筐里吗？小事儿，快回家吧。沈家娘子也回了，好好好，快进屋暖和暖和。娘，你回来啦！这袄子是谁给你做的？是高婶子用咱家送去的狼皮给娘、给我和弟弟都做了一件。高嫂子，真是太麻烦你了，谢谢你照顾小满姐弟。客气啥，小满乖得很，还帮我烧火干活，我可喜欢他了。沈家娘子，野羊傲你救了我大儿、二儿的命，这大恩老杨家记在心里，今儿说啥也得留下吃顿饭。劳烦高嫂子了，谢谢你们这些天对孩子的照顾。这孩子吃饱就睡，乖得很，该谢的是你救了我家人。杨叔，你的伤可好些了？好了好了，结的疤都快掉了，多亏了你。那就好。杨叔，您可听说过鼠疫？那咋能没听过？中原正闹鼠疫呢。沈家娘子，你可是吃了老鼠了？那倒没有，只是我这次进城，发觉城里老鼠格外多，白天都敢在街角窜，心里有些不安。我忽然想起，从前在京城，我家有个老马夫，身子硬朗，有回被窜进马厩的老鼠咬了一口，没过几日便突发高热，身上出现黑斑，没熬过5天就去了。被老鼠咬一口就能要人命？我年轻时下家没少被田鼠咬，不都好好的？御医说咬死马夫的是个病老鼠，
专爱咬身上湿死多的人。后来抬马夫尸体的2个下人回来，也发高热起黑斑，3天后都死了。所以我今日多买了生石灰、气味冲、老鼠不喜，撒在墙角屋后，又买了艾草，熏衣物被褥，能驱使到。御医还说，见了面色不对，身上有黑斑、咳喘发热的人，千万远着些，别碰他们用过的东西，不得已近前就用布片掩住口鼻。沈家娘子，那京城御医老爷可留下治马夫的药方样子，要是方便，我们想跟您买。杨叔误会了，不是我不愿给，实在是就算给了，眼下也配不起药。爹，是真的，今儿在城里他跑了好几家药铺，伙计都说断货许久了。杨大哥，你可还记得今日咱们挖的那些树根？记得，说是给小满吃的。其实那不是寻常树根，在京城叫肉苁蓉，是皇宫贵人磨粉进补的珍品。我在流放地全靠宫里当妃子的姐姐暗中照顾，你们多挖这树根给我，我托姐姐送去京城，再看在情分上，让她帮咱买那药方里的药材。沈家娘子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那没人要的肉什么蓉，真能换来京城的药？能，只是宫里办事要打点，挖的越多，品相越好，越有把握。挖，我们挖。这树根戈壁滩上多得很，明日我就带弟弟们进山去找。对，我也去，我眼神好，找这个在行。好，好，好！从明儿起，家里只留我家老婆子看娃，其他能动弹全出去找，挖回来的全交给你。沈家娘子，你真是我们一家的大恩人。高嫂子，快别这么说，咱们这是互相帮衬。不过还有一件顶顶要紧的事，今日我说的所有话，关于马夫、老鼠药方、挖肉葱桐，出了这个门一个字都不能外传，一旦被官家听见，扣上散播谣言、制造恐慌的罪名。2家都要惹大麻烦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今晚听到看到的全烂在肚子里，谁嘴巴不严，我先打断他的腿。还有，你们出门无论做什么，一定都要戴上口巾捂住口鼻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好，好，沈家娘子你放心，我们绝对照你说的做。这屋子跟冰窖似的，在杨叔家热炕上待久了，回来更受不住。沈家娘子，你歇着，我把2个娃安顿到炕上去。火旺了，屋里有点暖气了，我们就先回。明日我带弟弟们进山，专找那肉苁蓉。辛苦杨大哥、高嫂子，天黑路滑，慢些走。娘，咱们家啥时候死了个马夫呀？我怎么一点也不记得了？坏了，在杨家编故事编得太投入，全忘了小满这个知情人就在旁边。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，那时候你才跟弟弟这么大，整天吃奶睡呼呼，哪能记得住？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就说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娘，撒了这白乎乎的东西，老鼠真就不敢来了吗？这叫绳石灰，等于给屋子洗个特别的澡，能杀掉看不见的脏东西，跳蚤、虱子、老鼠身上带的小虫，人就不容易生病。老鼠也不爱这干巴巴呛鼻子的地方，可不敢说能全防住，粮食还得藏严实。记住它的用处了吗？记住了，娘。这是娘给你留的10天口粮，怎么跟没动过一样？小满，这几天你没吃娘留的粮？高婶子不让我动，说我人小吃不了多少，非让我跟铁蛋哥哥、大丫姐姐一块吃他家的饭。我知道大家日子都不好过，不能白吃人家的，就把娘留的糖糕分给他们了。小满做得对，咱们不白受别人的好，这事儿你办得非常好。娘，你留的包子和糕点我也还没吃完。给你的就是给你吃的，为何不敢吃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没人欺负我，我是怕把这些都吃完了，娘万一要很久很久才回来，我以后饿了就真的什么都没得吃了。所以夜里饿了，我就只掰一小块，再喝点水，就不那么饿了。这孩子才多大，就学会算口粮，学会忍饥饿，在没指望的日子里给自己留一点希望。往后娘不出远门了，出门也尽量早些回来，家里的吃食你想吃多少吃多少，不用省也不用怕，娘保证，只要娘在，绝不再让你饿着肚子睡觉。娘，我知道了。白天也不把他托给杨家了，2个孩子留在我眼皮底下，做什么都方便。成人跳绳1根，儿童跳绳1根，服重沙袋成人款、儿童款各1对，都要最不起眼的麻绳粗布。丁，共扣除铜钱105文，商品已送达。小满，想不想让身子变强壮，像山里的兔子那样能跑能跳，力气也大些？身体有劲儿了，我就能帮娘干更多活，还能保护娘和弟弟。这个叫跳绳，跳他腿脚有劲儿，跑得远还不喘。这布包叫沙袋，绑在脚腕上，走路做事腿会越来越有力，以后走远路不怕累。这是咱娘俩的秘密，连铁蛋哥哥、大丫姐姐都不能说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天天练，谁也不告诉。
好了，今天就练到这儿，你已经非常棒了，锻炼的循序渐进，明天再多跳一点，沙袋等你习惯了再绑。明天腿要是酸疼别怕，那是腿在变强壮，疼得厉害就告诉娘，咱们歇一天。我不怕疼，妈，我明天还想跳。娘去杨家一趟，听说他们村里死了头牛，看能不能买些牛肉回来。你看好弟弟，从里头把门栓插好。知道了，娘。这不是柳公子的情郎沈清舟吗？前日还风度翩翩的少年郎，一天就成这德行了。好你个没心肝的贱蹄子！你男人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有脸躲一边偷笑，还不赶紧死过来伺候？什么？相公受伤了？天爷啊，这是怎么弄的啊？昨晚是玩得多花，连脸都没放过。他越惨，我越高兴。你愣着干啥？还不快来拉板车，再去买些肉啊蛋啊的，好好给你男人补补身子。哎呦，对不住啊，大嫂，我这一听见有人满嘴喷粪骂我，这手他就自己不听使唤，最爱抽嘴巴不干不净的泼妇。你个贱人，居然敢打我！老天爷，你开开眼啊！没王法了啊！我是长嫂啊！青州，你看见没有？快休了他，立刻休了他！大嫂，看来刚才那2下还没让你学会怎么好好说话。静氏，你住手！殴打长嫂是为大不敬，你还有没有点规矩？青州，你醒了，快写休书休了他！青州，你这是方便了！哎呀，沈公子这怕是斗住又拉了，这折得很疼吧？快，赶紧拉回家上药！闭嘴！快拉我回家，立刻，马上！相公，你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兜不住屎了？还有你这脸，是谁这么狠心把你打成这样？你告诉我，我去找他报仇，我跟他拼了！那个种，他竟真的生下来了，还穿着狼皮袄子，眼神有光，日子过得倒不错。不对，他眼里那点小女人的爱慕没了。大师说过，借了他的运，若他不再爱我，日子过好了，反噬就落在我身上。原来根源在这里，是他把我的好运吸了去。很好，往后我定要他生不如死。今晚就让大嫂去看看，屋下埋的那2只猴子还在不在？报仇？你好大的口气！我家老爷没当场要了他的命，已是看在往日情分上格外开恩。我家公子若落下病根，有个3长2短，你们沈家上下一个都别想跑。还有，我告诉你们，够了！大嫂，别理他，快回家，立刻！这股酸楚不是我的，是这身子原主残留的执念，那个至死还对他抱着幻想的可怜女人。柳家老爷嘴里那个跟他儿子分不开的小妾，原来就是沈清舟。这一身伤是刘老爷赏的，宝贝儿子被他玩得半死，刘老爷若能干脆要了他的命，倒省我一桩事。刚才他看我那双毒蛇一样的眼睛，这男人早晚要对我下手。卤牛肉5斤，萝卜干、黄豆、菌菇干各1斤，大米5斤，再来1只烤鸡。丁，共扣除铜钱359文。先买这些，买多了怕招老鼠，也怕招贼。今晚吃烧鸡、炒螺干，还有1大碗白米饭，好好补一补。快搭把手！慢点！青州哥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青州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谁把你打成这样？别哭了，我没事，死不了。大哥，你先出去，婉宁留下帮我处理一下。好，青州哥哥，我留下来照顾你。既然有婉宁在，我和你大嫂就在外边等着，有事就喊我们。把他衣服全脱下来，兑一盆温水，身上这些秽物擦拭干净，晾干了才能上药。什么？让我来擦？这就是给沈公子生了儿子的外室啊，心眼多得很。沈公子挑女人的眼光真是差劲。既然你嫌脏了你的手，那明日一早我便让人送你回扬州老家，往后你周家事好事变，与我沈清舟再无瓜葛。回扬州，我一被遣返，周家的产天就被族人吞得连骨头都不剩，我这辈子就全完了。青州哥哥，我没有，我只是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我这就去端水，我这就给你擦拭，你千万别赶我走。药膏留下3瓶，一日换2回，伤口不能沾水。老爷的话我已带到，人既死不了，我便回了。
青州，你这一身伤到底是怎么弄的？还有你这脸到底咋回事？天没亮，刘府的人就喊你大嫂去拉人，一路上你都昏着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！这世上不计得是真心待我的，只有把我当亲儿子养大的兄嫂。可我是断性，这伤是怎么来的？我死也不能说。就是在矿上干活时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脸磕在石头上了，没事，大哥大嫂，养几天就好。摔一跤能把脸摔成这样，这一看就是被人拳头揍的。青州，你跟大嫂说实话，是不是在矿上被人欺负了？大嫂，大哥，让你们担心了，没有人欺负我。柳明轩为了自己活命，眼看着他爹要割了我的屁股，那眼里全是恨。这个仇我记下了，回了京城，我要柳家世世代代翻不了身。都怪那个丧门星京氏，要不是他爹贪了赈灾银子，连累咱们流放到这鬼地方，你怎么会受这种罪？我这就去找那贱人算账，非叫他给磕头赔罪不可。大嫂，别急，报仇的事不急在这一时，眼下有件更要紧的事，我想先问问你。什么事儿？青州，你问。大嫂，你最近可有发现京氏那女人有些古怪？那个在我面前一向畏畏缩缩、低眉慎眼、对兄嫂恭敬春熟的懦弱女人，今日怎么敢当街出手打人？青州，你一定得休了这祸害！那贱人翅膀硬了，当街打我，眼里还有我这长嫂吗？那畏缩了多年的女人，怎会突然判若两人？定是我埋的那两只死猴子出了问题。大嫂，今晚夜深人静，你悄悄去京氏那破茅屋跟前，帮我找一样东西。啥东西？一对我早前埋在土里的死猴子，你只管看他们还在不在，有没有被人动过，切记别让人看见。对了，那京氏肚里的野种到底生下来没有？如今是死是活？大嫂，我与京氏成婚后从未碰过他，那孩子并非我的血脉，是京氏与外男私通所生。好个下贱坯子，竟敢偷汉子！青州，赶紧写休书，把这淫妇休了。如此败德之妇，却该休了。休，未免太便宜他。我要留着他，慢慢熬干榨尽。至于那野种，就劳烦婉宁找个机会，替我了结那孩子。青州哥哥，我一个妇道人家，不如让大嫂去吧。你若连这点事都办不妥，那就回扬州去吧。青州哥哥放心，这事儿包我身上。沈家娘子，你在家不？杨大哥，这是从哪儿挖的？个个都这么大。铁蛋这群皮猴子在沙窝子里见过，那沙底下的又多又壮，一挖一窝子。丁，发现野生肉苁蓉140斤，价值15000文，是否售卖？够了，治鼠疫的药材快凑够了。脚印偏小，是女人的，绕我屋一圈还挖墙根，不是杨家父子。小满，是猴子，乍看真像人尸。哪个杀千刀的，半夜跑我家墙根埋死猴子，没安好心。这流放地唯一的仇人就是沈家，埋死猴子的除了他们还有谁？巫术。沈家在我家门前埋死猴子，是要咒我。青州，你醒了，那两只死猴子还好好埋着呢，没动过，我又给埋瓷实了。那就好，大嫂你记着，过段时间就去看看，一旦不见了或位置变了，立刻告诉我。我就不明白，你埋那死猴子到底有啥用？干脆休了那京氏得了。休了他太便宜，我要留着他，一点一点把他熬干杀尽，让他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果然是沈清舟，这狗男人这么恶毒，我不报复回去就说不过去了。沈清舟是皇帝密使，杀了他官府必查，暂不动他，先给这一屋子祸害吃点苦头。促进身体，皮肤刺痒难馁，有伤口的地方还会化脓。沈清舟的屁股3个月别想好，穿上它，就算在雪地留脚印，也没人会当成女人的。丁，肉苁孔180斤，高价22000文收购。治鼠疫的药材够了。沈家娘子，
还有个坏消息，大周要征兵了。征兵？边境蛮子又不老实了，足足5万兵马压到大周边境，好几个村子都遭了殃，烧杀抢掠，无一人生还。西北兵力不够，官府贴了告示，各处抽丁上前线。巫术征兵蛮子，天灾人本祸都压过来了，逃得快。